这是女孩最绝望的一天。她终于见到了苦等10年的男友，可一见面，对方却骗她说自己已经结了婚。然而就在女孩伤心诧异之时，却又惊恐地发现男友的目光似乎有着些许呆滞。她下意识地在他眼前挥舞着自己的手臂，不料对方的眼神却没有丝毫闪躲，反而还自顾自地讲述起了属于他们之间的幸福时光。为了确定心中的猜想，女孩便问起了他自己现在的状态如何，而对方却说看起来很健康。 난 지금 울고 있어. 눈물 안 보여? 意识到了自己精心准备的谎言被其拆穿，哲明便慌乱起身，想要逃离这里。只不过现在的他早已忘记了来时的路。这是唯一一部小便哭着剪完的电影，也是被无数网友评为纯爱天花板的经典之作。但在看之前，我要提醒大家，害怕刀的请划走，留下来的一定要备好充足的纸巾。故事开始于一个燥热的盛夏，作为国会议员千金的秀珍初次回乡，便被这里浓郁的自然气息深深吸引，而正在池塘打闹的几个乡野小孩，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亮丽风景线定格住了目光。 这是哲明第一次感受到了一见钟情的魔力，但一旁好友的提醒也让他深刻地意识到了，在他们两人之间有着一道无可跨越的鸿沟，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富家千金，一个则是一贫如洗的农家小孩。然而命运的齿轮却在此刻为他们悄然转动。就在几人抓捕草地中的蛐蛐时，身后的秀珍却满脸好奇着他们的举动。虽然一旁的女佣告诉他， 这是一种生活在土里的虫类，但秀珍却好似没见过世面般满眼放光。很快，哲明便注意到了他惊奇的目光，于是便提出要将手上的蛐蛐赠予他。然而没等秀珍做出回应，哲明便大步来到了他的身边。在两人距离不断拉近的同时，萦绕在彼此身边的一缕情愫也在此刻悄然蔓延。看着秀珍甜美的容颜，哲明也在不觉中红了脸颊。两人四目相对的一刹，却始终哑口无言。直到秀珍表示想让他陪自己去一趟小时候去过的鬼屋，哲明很快答应了下来。而后两人便约定好了时间地点。待他转身离去时，哲明几近窒息的表情才得以缓解。他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怦然心动。隔天，他们便如约来到了湖边一处相遇。哲明绅士地扶着秀珍走上船，虽然在简单的肢体接触中，哲明便早已沦陷其中，但一路上的他还是尴尬不语。 秀珍跟他讲起了许多儿时的回忆，哲明则是依旧保持着脸上那不失风度的笑容。在简单介绍了各自的姓名后，船只也到达了秀珍记忆中的鬼屋。虽然哲明早就知道这不过是一座废弃的老房子，但对于秀珍满脸好奇地问他这里面的鬼到底长什么样时，他还是会一本正经地回答道：“귀신이에요. 아이 몰라. 而后两人终于来到了房子的主室，哲明故弄玄虚的缓步上前，在打开房门的一刻，便瞬间吓得惊慌失措。对于他这一反常的行为，秀珍也好奇地走上前去。 两人撞见的一刻，他们便为彼此幼稚的行为喜笑颜开，在尖叫声中肆意宣泄彼此躁动的青春。原来这座所谓的鬼屋不过是流浪汉们的聚集之地，但属于两人之间的独特幽默，只有他们各自能够体会其中的乐趣。虽然命运让他们相遇在了最美的年纪中，但残酷的现实却也很快带给两人惨痛的教训。就当他们准备返程时， 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而来时的船只也在暴风肆虐中被吹走。他们只能冒着暴雨跑回家去。不料，秀珍却在途中不幸摔倒在地，剧烈的疼痛让她无法继续前行。哲明没有丝毫犹豫，背着她便往村里奔去。但迫于雨势过大，他们只能在一处瓜棚暂作停歇。哲明拧干了自己的外衣，递给秀珍，看似平淡的举动，却表达着自己浓厚的爱意。为了缓解雨后的闷热，哲明又下地摘下一个西瓜，而他那独有的切瓜方式也引得秀珍一阵大笑。雨后的彩虹见证了两人的独特浪漫，直至深夜来临时，他们的故事 也在繁星的点缀下散发着璀璨的光芒。这一刻，仿佛世间万物都化为了两人的陪衬。路边萤火虫的星光点点，也如一瓶催化剂，将两人的心紧紧相连在了一起。知道秀珍喜欢一切美好而又稀奇的事物，哲明都会不顾一切地为她追寻。在一番努力下，他终于捕捉到了其中一只繁星。在将其送到他手的一刻，属于两人之间的爱情之光也悄然降临。然而，这样的浪漫却并未得以延续。当两人乘着船只赶回村口时， 秀珍的家人便早已候在了此处，或是知道此去一别不知何时会见。秀珍摘下了自己脖子上的项链，这是她出生时父亲留给她的幸运符。但在此刻，她却选择将其交由哲明，以此作为两人的定情信物。很快，秀珍便在家族佣人的搀扶下赶回家去，而哲明却被秀珍爷爷拦在河岸。他用力 给他来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想以此中断这场荒诞的邂逅。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份爱意
早已随着两人的血液流进了他们的内心深处。后来的两人再无交集，却会在闲暇时刻一遍遍地重温那天美妙的邂逅。但命运似乎总给他们开着最残酷的玩笑。暑假来临时，好兄弟朴树便突然要求哲明帮自己写一封信。为了他们的家族前途，出身贵族的他只能被父亲指路未婚，而他却对这一切嗤之以鼻。尽管父亲强烈要求自己给未婚妻写一封信件，可即便绞尽脑汁，他也无从下手。然而，当他拿出自己未婚妻的照片时，哲明才恍然发现，上面的女孩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那道身影。虽然他很快答应了朴树的请求，但心中却做着别样的打算。他不能将自己喜欢的女孩拱手让人，于是便借着这个机会，将自己心中的思念与爱慕注入笔尖，写下了属于他对秀珍之间的独特感觉。朴树认真地看着信中的内容，心中暗自赞叹着哲明的文笔，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些感受都是哲明发自内心的爱意。很快，朴树便收到了回信，上面还有着2张音乐会的请帖。朴树激动于自己终于不用再为上课发愁，而在哲明心中，他庆幸于自己终于能再见秀珍。当看到台上出现的秀珍时，哲明便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躁动，直接站起身来。只可惜这一举动却并没有引起秀珍的注意，他也在身边同学的拉扯下坐回位置，但目光却始终注视着台上光鲜亮丽的秀珍。她弹奏的音律动人，音符如清泉般在室内流淌，或许是琴声太过曼妙，让哲明情不自禁地沉沦于中，并如痴如醉地聆听这如梦似幻的旋律。歌声中的婉转与哀伤，或许唯独哲明能够理会。演奏结束后，朴树一家便手捧鲜花上前迎接，但秀珍的笑容却突然凝固，只因在人群汹涌之中，她看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朵星云。可现在的自己却只能与之隔岸相望，家族的权势让他们不得不再次分别。然而，就当哲明抱着鲜花独自悲伤时，却看到了折返回来的秀珍，她面露喜色，飞快地朝着会堂跑去。而在之中的秀珍没有看到哲明的身影后，便也朝着门外奔去。就这样，两人再次迎着爱意的曙光撞个满怀，四目相对的一刹，仿佛世间所有的美好都与他们环环相扣。此时秀珍的眼中早已热泪盈眶。고마워요. 축하해요. 다리는 다 나았어요? 然而没等他们在续情缘，便又迎来了分别。因为秀珍是偷跑出来的，他的父亲此刻还在等着他。虽然只是仓促一面，可两人却在眼神交替中托付出了彼此的一生。 저 사람 건강해요. 不知再见时会是什么时候，哲明只能一次次的将思念倾注笔尖，帮朴树写信。但他没想到的是，他们很快便会再次重逢。这天，朴树提出要哲明陪他一起去学习民族舞蹈，因为舞蹈班上还有着秀珍。这是他父亲为他做下的决定，却也在无意中成全了一对相爱的伴侣。再见时的两人眼中依旧闪烁着熠熠生辉的星辰。朴树向他介绍着身边的哲明，却不知自己才是那个局外之人。 即便身边的环境过于嘈杂，但哲明和秀珍依旧能够低声道出心中的思念。在偶然的一个瞬间，他们相拥共舞在了课堂之上。尽管只是短短几秒之间，却也在此刻深深地刻在了彼此的脑海中，或是爱有天意。相见时的两人脸上总会挂着最为纯粹的笑容。这晚就在朴树送完秀珍回家时， 走到门口的他便布满愁容，心中迫切地想再次见到那个身影，可身后却始终空无一人。而就当他准备关上门外的路灯时，灯光却在他之前自动熄灭。本想检查一下开关，昏暗的灯光却再一次闪烁而过，仅是一个瞬间，他便看到了 站在灯火阑珊处的哲明，而伴随他而来的那份浪漫，也早已顺着他的血液流到了离心脏最近的地方。然而他们的感情却并不会因此顺利，因为哲明惊恐地发现，此时的朴树 也对秀珍萌生出了爱意，会为对方没有来信而感到伤心失落。看着一脸愁容的兄弟，他却也无法安慰。于是当天下午，朴树便手捧鲜花找到秀珍，他希望她能继续为自己写信。虽然秀珍的心早已留在了哲明那里，但摆在他们之间的那道鸿沟却始终伫立不倒。秀珍心中早已萌生出了怜悯之心，她虽然深爱着哲明，却也不忍伤害无辜而又善良的朴树。这是她第一次躲避哲明的爱意，也是两人心中隔阂显现的开始。此后每晚，哲明都会来到秀珍楼下，按下属于两人之间的秘密信号，可秀珍却只能装作视而不见。只是她会在每天清晨出门时，在地上捡到一张哲明为她写下的思念纸条。每时，就算哲明冒雨跑到秀珍的伞下，可对方却依旧不愿与他共享浪漫。他拼命地按下信号灯，迎来的却是秀珍无情的驱赶。 바보야. 네가 이렇게 없는데 감탄나보다 그래? 정말 미쳤어.
就算现在的哲明心中依旧抱有着美好的夙愿，可在情至深处时，他却遭受到了最为致命的沉默与拒绝。他只能独自淋着暴雨陷入沉思。没成想，片刻过后，秀珍也哭着鼻子再次出现。然而这一次，他们的脸上都多了一抹黯然的忧伤，只因他们的爱隔着排排山海。但哲明并没有成为爱情勇士的败类，而是毅然地来到朴树身边，向他阐明了自己与秀珍的一切。可当他说出自己和秀珍都深爱着彼此时，朴树脸上却毫无波澜，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了他们之间的故事。걱정 마. 근데 그 목걸이 우리 아버지가 안 보게 해라. 큰일 난다. 그 목걸이 우리 아버지가 준 거다. 주희 씨한테. 作为这场爱情的第三者，朴树决定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成全自己最重要的两个人，却不知他做下的这一决定也将差点要了自己的命。虽然哲明和秀珍终于可以敞开心扉肆意相爱，但却在这时不凑巧地迎来了暑假。分别的两人只能依靠信件来传递彼此的思念。朴树为了帮助他们，便将自己的名义和收信地址给了哲明。这样一来，他们便有了正当名义互传信件。而秀珍也在朴树的告知下得知了，原来之前以他名义写的信都是哲明为他写的，那些差点被他随风丢弃的信件，却又被秀珍重新翻到再看了一遍。当哲明听到秀珍感受到了自己的爱意后，自己也会开心的像个小孩。而这样的温馨却并没有维系下去。这天，朴树父亲意外发现了他们的秘密。当他把这些信件摆在朴树眼前时，他只能苍白地解释到，哲明和秀珍才是真心相爱的两人，而自己则是对秀珍毫无感觉。当违心的话语说到嘴边时，朴树也不自觉地低下了头。在他讲完的一刻，父亲早已抽出了腰间的皮带。朴树从小便怕他的抽打，却能够勇敢地做下这一决定。 아니요. 저도 좋아합니다. 나 놀리는 거야? 응? 넌 항상 제멋대로야. 내놈한텐 애비애미도 보이지 않는다. 이거지? 나 산다고. 此时正沉溺在幸福之中的两人丝毫没有察觉到即将面临的危险与决绝。开学的第一天，朴树便带着皮带找到了哲明。 이게 뭔 줄 아니? 땡. 아니다. 채찍이다. 이놈이 자꾸 날 때린다. 우리 아버지는 원치 않는데 이놈이 자꾸 날 때리고 싶어한다. 그래서 이놈을 잡아왔지. 而在哲明思索片刻后，竟也说出了朴树的心之所想。 자요. 내 생각도 그거야. 천천히 고통스럽게 죽여. 在留下这些奇怪的话语后，朴树便先行离开。而困惑的哲明还不知道，这一别差点成了永恒。下午准备上课时，哲明便来到了朴树的房间，准备叫他，但刚进门的他却被周围死一般的寂静所笼罩。直到他回首时，才发现此时的朴树早已一动不动地吊在了皮鞭上，看着好兄弟为了他们荒诞的爱情牺牲到了如此地步。 哲明心中的痛楚其实比谁都更为剧烈。虽然抢救及时，朴树并无大碍，但经此一事后，他们也彻底迎来了分别。这是哲明第一次没有了亲昵的动作，而是来到屋外劝告秀珍进去照顾朴树。或许比起我来说，他更加需要你。临走前，秀珍让哲明在屋外等他。没成想，此时的哲明心中早已做下了别的决定。待秀珍回过神时，门外早已不见了他的踪影。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没有再见过面。后来在与朴树相处的时候，他还是会忍不住的 问起哲明的去向，朴树没有隐瞒，而是说出了哲明即将奔赴前线的事实。原来自那天以后，他深刻意识到了自己或许才是最该离开的那个人，因为真心相爱，在家族命运的诠释下毫无作用。就在秀珍赶到军队的火车站时，却怎么也瞧不见哲明的身影。他们再一次错过，但或是爱有着天意，秀珍突然停住脚步，随后折返了回去，便终于再一次看到了不动声色的哲明。 然而，任凭窗外的秀珍如何呼喊，他却始终不为所动。他狠心地别过头去，希望秀珍能够幸福地生活下去，却又在片刻过后回过头来，依旧为他们之间没有走完的路途而感到惋惜。在临别的一刻，
秀珍再一次的取下了脖子上的项链，并交予到了对方的手上。她希望这条项链能够护她平安，能代表两人终身的约定，在久别重逢之际再续前缘。可即便这样，哲明还是没能在战场上平安回来。在一次作战任务中，他所在的小队被对方打得节节败退，可就在他们撤离阶段，哲明却意外发现自己的项链落在了途中，于是便冒着枪林弹雨折返战场。虽然他终于找到了项链，却在背着战友撤离时，不幸被敌方的炮弹击倒在地。可即便浑身鲜血，他的手还是紧握着那条项链。好在他最后侥幸存活下来。多年后，哲明终于退伍归家，他很快便提前约好了秀珍相见。再次见到哲明的一刻，秀珍的眼中便早已布满泪水。可对方却说自己已经结了婚。为了不让秀珍看穿自己的伪装，哲明当即还指了指一旁的钢琴玩偶，却不知自己提前摆好的玩偶早已被一旁的小孩移到了另外一桌。秀珍看着这怪异的举动，心中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于是便下意识地在他眼前挥动手臂。可对方非但没有眨眼，反而还自顾自地说起了属于他们当年的幸福时光。秀珍瞬间猜到了什么。 나 지금 어때 보여? 건강해 보여. 근데 좀 더 밝은 모습 보고 싶어. 나 지금 울고 있어. 눈물 안 보여? 왜 숨겼어? 앞을 못 본다는 거. 意识到了自己的伪装被无情识破，哲明连忙起身，想要离开这里，不料心中记了无数遍的路途，此刻却变得错乱不堪，只能清晰地感受到身后还站着他最爱的女人。 미안해. 거의 완벽했는데 해낼 수 있었는데 어젯밤에 미리 와서 연습 많이 했었거든. 거의 속을 뻔했어. 정말 잘했어. 정말 속을 뻔했어. 随后，哲明拿出了战场上貌似捡来的项链，他递给对方，秀珍却并没收下，因为在他心里，这条项链早在很久以前就已是他的了。多年后，秀珍便步入了新婚殿堂，可她的眼中却含着清晰可见的泪花。这天，她来到了当初与哲明相识的那片湖泊，此时的她已经有了儿女，却依旧忘不掉青春岁月的那片星云。就在这时，哲明的2个战友突然找到了他，他们说这是哲明临死前的愿望，他希望自己死后的骨灰能葬在这片湖泊。但让秀珍更为悲伤的是，其实当初的哲明并没有结婚，而是为了不连累他说出的违心话语。直到得知秀珍结婚后，他才匆匆成家，并且还生下了一个孩子，但之后却因成天抑郁不幸告终。 事后，他的骨灰被撒在了这片湖泊，秀珍则独自抱着哲明的骨灰和痛哭。或许属于他们之间的回忆和故事，终究只能葬身在这片美妙的湖泊之中。故事的最后，秀珍的女儿轻轻地向男友讲述着这段悲凉的爱情故事。本以为她也是被这之中的伤感触动内心，却没成想，男友竟在此时取下了脖子上的那条项链。原来他便是哲明的儿子。或许他们父辈的遗憾，终其一生都无法弥补，却又在命运的安排下得到了圆满。在这漫漫的岁月长河中， 他们经历了痛心疾首的分别，也尝到了爱情袭来的芳香。虽然故事的最后，他们依旧抱着遗憾离去，但属于2人的独有浪漫却在后代中得到了延续。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天意。